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Kevin，我是 Melody。我们现在在西雅图的一个营地。对，这个营地呢，环境感特别好，所以我们呢想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房车一些实用又比较有创意的一些物品。我们自己使用下来就是感觉特别好。那么作为我们一种房车的新手，我们里面没有硬广，也没有软广啊，对，所以我们不会放任何的链接，也不会说任何的网站，我们只是提供给大家这么一种思路和启发，希望能给你们房车生活中减少一点麻烦，增加一点方便。我们甚至不会提到这个物品的品牌，对，只是想提供给大家一种思路和一种启发。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随便一搜关键词都会跳出来。好，第一件物品由 Melody 来给大家推荐吧。好，我首先推荐的呢是我们这个吹风机，因为我们这个清风的这个23尺的这个房车呢，它的电压是30安培，所以我们呢对这个吹风机的要求呢，可能和对50安培的房车的车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吹风机呢是1500瓦，而且特别小巧。最主要的是呢，它在使用过程中又轻，风量又大，热量又够。而且呢，它还能在旅行的时候使用。我们去年去日本旅行，还带上了它。大家知道，在酒店使用吹风机的时候，不是在墙上拿起来不是特别方便，要不就是单独的吹风机呢特别重，手拿着呢又特别累。这个呢兼具了所有的功能，而且这儿呢有一个按钮，你也可以选不同的电压，所以说它是一个世界旅行通用的一个吹风机，特别的推荐。平时呢这样折好，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所以呢，推荐给大家，特别是30安培房车车主的人们更需要。1500瓦已经到了我们房车30安培的一个极限了，对，再多估计就要跳掉了。最主要就是它既符合我们30安培，它又是旅行可以用，对，所以是不完全是为房车配备的。不管房车旅行还是飞机旅行，都可以把它对带着。那么第二个物品由我来介绍吧。是一款 RV 导航，对它是一款专业为房车设置的一款导航。因为我们在房车旅行开始之前呢，我们也看了很多博主的视频。对，比如说我看过北美房车 Full Time 的老王，他就分享过他自己误入一个不应该走的线路，将车顶的那个空调给撞坏了，导致都不得不漏雨坚持开到温哥华。我们也看过其他一个叫 Simon 和 Selina， 他们一个桥呢，并没有办法预估他们的这个5轮是不是能够过去。他们要完全将带着拖挂的房车倒回去一个路口才能再掉头。所以呢，他们非常麻烦的在这个路口蹲守了1个小时。对，看到有别的车这样过去了之后，他们才安心的开过去。是啊，所以我觉得房车导航呢还是有一定必要性。这款价格相对比普通的导航贵一些，但是如果你觉得价格很重要的话，也可以买相对屏幕小一点的，也可以额外节省一部分钱。最主要就是你在行驶刚使用开始，你要把你房车的这个规格都输进去，所有的数据都输进去。对，那么它就只推荐适合你房车行走的路线。对，比如说你房车的长度啊、高度啊、宽度啊等等。这样它才能够计算出你房车能够走的线路。对。但是 Kevin 在行驶过程中呢，它是谷歌的地图和这个房车的地图，它是双导航。那么当有冲突的时候呢，绝大部分可能我们是听这个房车导航的。对，因为只有他知道我们是拉着房车。对，那么谷歌导航也有谷歌导航的优势。对，它也比较方便快捷，随时在车里也可以手机操作对，连接到自己汽车的 CarPlay 里面。也比较方便，因为我们经常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国家，所以说双导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一旦有一个导航偏离了方向，或者说它的程序出错了，也让你不至于开出去100-200公里才发现这个路是错了。所以不会所有人永远不开错路。当然 Melody 曾经表扬过我一句，他说至少他开错路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发现，不会造成额外的。对 ，Kevin 不会过1公里，基本上几百米的时候就发生错了，开错了，那赶紧找地方重新。对，当然错了根本无所谓啊。对，随时掉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还有一个就是房车一定要考虑到安全性。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极力推荐，就是其他地方我们觉得都可以省。对，我们个人认为这个房车导航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推荐给新手。对，而且往往旅行都是去一些不熟的地方。对对。那么尤其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时候，我曾经就碰到过，就是不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它导航不导我。对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限制重量的，像我们这样拖挂3轴的车，加起来的重量已经远远超过它的限制了。那如果被警察发现的话，那会不仅罚款，而且有可能会惹到不必要的麻烦，对浪费时间。像我们去优胜美地的时候，它也限制了这个车的车长。对啊，就是前车加后车，我们是正好这个车长。对啊，还有最主要就是过桥洞的时候，这个是往往很多危险都发生在哪儿。没错。隆重推荐。好，那么下一个好物由 Melody 来推荐。第3个物品啊，由我来推荐。这个呢，就是我最近刚发现的一个衣架。这个衣架呢，我们并不是晾洗好的衣服，我们只是晾经常会穿的，但是又不至于要洗的衣服，是挂在房车的这个橱门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一个挂钩，然后呢，这儿是2个角，你可以折的。挂钩在这儿，你这样也是吃力的，这样也是吃力的。然后这样你可以挂4件不同的衣服，因为房车特别这种小的这种面积，就是对所有的地方都精打细算的时候，这个特别好，而且它特别吃力。Kevin 曾经上面挂过那个羽绒马甲、雨衣，还挂过那个龙服，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比较隆重的推荐大家，这个并不是晾湿的衣服，这个我们是晾在室内的，挂在那个橱柜上面，所有的橱柜上面。而且我们经过这几次的实践，也觉得它是可以挂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衣服，也是没有问题。我来展示一下这个多用的衣架，像这样的一个 Kevin 床上旁边的一个柜子，我们粘了一个无损害的挂钩，然后把这个挂上去之后，它有4个，向外一目了然，而且不影响走进走出。4件衣服也不影响这个人睡觉。像这样的挂钩，我可以换一个地方。这个人好惨呀！本来这个柜子就占用了他头上的空间。好，下一个物品由我来推荐吧。我来推荐一个迷你的洗衣机。这个洗衣机的牌子不重要，对，最重要的是它的尺寸比较小。对，尺寸正好放进我们的淋浴房，略微有富裕。而且它这个电压才只有170瓦。电压不成问题，只要能过吹风机，这个就没有问题啊。洗衣机的电压都比较低，它是比较老式的啊，80年代的洗衣机。然后它不是滚筒的，它是老式的螺旋的这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把它用来就是清洗我们的内衣，还有我们的短袖。其实长袖衣服我们并不建议，通常不建议用对，这样的，因为它会把袖子拉得特别长，或者系到一起去。对，它每10分钟运转一次，这儿有一个定时器，每10分钟运转一次。我们一般呢就是洗呢就是洗2回，浸泡一会儿，脱呢晒干，再清洗漂洗呢再2回。这个就是超级原始的一个洗衣机了但是非常轻便。它这个重量也特别轻，我们也把它放在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洗漱的台子上。就是像前段式的老式洗衣机，那至少洗得干净。而且它里面呢还有单独的脱水的一个装置。对然后也可以把衣服甩到基本上80%干吧。对，这个洗衣机最大的用处就是。洗一些你不想拿到公共洗衣机里边去洗的一些衣服，对，特别适合夏天，或者是小衣服，比如像我们的 T 恤衫，在夏天露营的时候比较多，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短袖，勤换，基本上几天，每天换一件，那几天就要堆一堆了啊。对对，就会用这样的小洗衣机。因为房车上的水池呢，它的这个面积直径也比较小，洗衣服基本上水都要站在外，就是溅出来。公共的这个洗衣机里，大家什么东西都在里边洗。对，甚至有人洗狗窝啊，洗鞋子、球鞋。对，我们登山鞋去营地的洗衣房只洗外套我们只洗过外套。对，内衣都在我们自己家的小洗衣机来洗。对。那我们的晾衣架呢，通常正好这里有一个
缝隙，我们就插到这个地方。这就是宜家买的那个小号的晾衣架。洗完的衣服呢，如果在冬天的话呢，我们老开取暖器呢，会在房车内干得比较快一些。如果像在夏天呢，那可能会在阳光下就是晒一晒。那么为之配套的这个洗衣机呢，接下来我来推荐这个洗衣片。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房车旅行呢特别合适。为什么？第一呢，它分量特别轻，基本没有分量啊，可以忽略，不需要带液体啊或者粉末很重的。最主要呢，你看它里面一片，它也可以根据你的衣服的多少。我们上次就是用了半片，这是半片，对吧？这是那个半片，你也可以1/4，1/42。今天衣服特别少，它里面有那个折痕，你就可以扔1/2片。最主要的推荐的原因呢，就是它是轻，而且呢，因为房车在行进过程中啊，总会有起起伏伏的路面，有时候呢，柜门呢打开的时候，这些东西会突然倒出来。像这个东西呢，就一点都没有危害，既没有分量，也不会有液体渗出。有时候急急忙忙盖子没有盖紧，等到你再上房车的时候，发现洗衣液渗出来很多。所以呢，类似这样的思路提供给大家，未必需要这个牌子。其实像这样的，在超市里有很多。对每一个牌子都可以，我们不推荐牌子。对，就是跟我们没关系。提供这么一个想法给大家，希望思路希望给大家的房车生活提供方便。往往大家在房车过程中是需要一些集思广益、一些小妙招来实现压缩的空间内保留我们原来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品质。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生活中用到的好物分享给我们，在下面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非常感谢。接下来由 Kevin 再介绍一个好物，推荐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需要排污的一个废水桶。这个在有些没有下水的地方是特别的重要。对。那么如果 Class B 和 Class C 呢相对好一些，他们随时开车就可以去荡掉自己的废水。因为我们还要挂接。可是我们呢还要挂接。尤其在有些地方呢，好不容易把这个车呢找平了之后所以不会再轻易挪动自己的 trailer， 也就是自己的拖挂房车。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希望有这样一个能帮我们把这个废水排掉。最主要就是洗澡和厨房用水，俗称叫灰水。对。洗澡水、洗脸水、洗碗水等等。因为真正的那个黑水，那个叫黑水那个黑水呢，我们基本上像我们这辆车5天是不需要再排的。对。通常5、6天我们都可以一次性倒掉。但是这个水桶呢，我们房车的灰水箱只有30加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坚持的太久。这个桶呢是15加仑，也有很多30加仑的甚至更大的车需要用更大的桶。大多数房车网友对电都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对房车的这个水要求比较高，因为 Melody 是比较消耗水比较大的大户，尤其每天不同的洗。不是因为如果你限制了生活的很多需求，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不怎么愿意出来旅行了。你会觉得到处不方便，洗衣不方便，洗澡不方便。那么有些人也会说了，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没有下水的营地呢？因为营地的选择有很多种原因造成我们选择这儿。没错。比如说价格，比如说位置，比如说宽度、长度、隐私度。就是我们权衡再三，有时候会选择一些没有下水的营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选择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而且绝大多数的国家公园和省立公园和美国叫州立公园都是没有下水，除了班夫国家公园之外，都是属于野营，但是又有一些有电的，也有一些有上水，但是没有下水，你是需要到一个集中的排污站去排掉它的。对，就是有了这个之后呢，其实你就没有障碍，在房车里面就正常用水，厨房啊、洗澡啊没有障碍。如果实在麻烦的话，像 Kevin 呢比较照顾我，当然他也是照顾他自己。他一般他洗澡呢会去营地的公共洗手台，这样呢他可以少排1、2次。但是我呢是随便用的，我没有什么障碍。这个东西呢就提供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在选择很多营地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乎有没有下水。简单的讲呢，就是
你不能将就着出来生活。对，你如果生活的比较舒适的话，比较惬意的话，你就不会眷恋回家的日子。对，然后你就会频繁的出来，而且你就好像如果你住的房子没有电梯，你就不愿意出门一样。像这些小物，就是提供我们方便，减少我们麻烦。这个桶呢，主要是把房车里的灰水排到这里边，然后我用皮卡把它拖到排污站去倒掉。对，他拉着那个灰桶。在优胜美地里面排污的时候，哦呦，到处有人看，到处有人看，行注目礼。他说这个很好玩啊，对，因为可能在 Southern Trails 的体系里面，大家已经非常常见了。对，10个人里面可能有至少8个人有这个东西。对，但是有其他的营地或者国家公园的营地里，还不是说很多人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推荐的这些物品呢，继上一次视频说我们已经房车生活200天之后呢，今年我们又出来过了5次。初步算了一下呢，这5次大概也有40-50天，所以说这些经验呢都是在生活中积累的啊。我们也并不是看别人一样画葫芦瓢来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好的东西，也能分享给我们啊，或者在下面留言给我们你们的房车生活经验。